你的姐妹都没有嫁当医生的呢，还不是嫁了不同职业的。只要小雅喜欢，侄女婿是任何职业都可以。曾二婶继续说道，我反正看好战月，你少在背后帮着林医生，咱们家侄女不爱他。二叔说道，我也没有帮着林医生吧，只是他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天分的，他向我请教，我就指点一二，相处了2年多少都有点师生情。小雅不喜欢他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要我说，还是他那个潘高枝的前男友，带给他的伤害太大了，让他至今都不敢开始新的恋情。哎，他喜欢就好，若他真的喜欢战月，也成，好过他单身一辈子。曾二叔还是心疼自家侄女的，担心侄女被上一段感情伤到不敢嫁人。这几年来，曾小雅的确没有和年轻男子单独相处过了。战月狡猾，是走温水煮青蛙的路线。其实林医生也是这样，奈何煮不熟小雅这只青蛙。缘分这东西很怪的，有些人相处了几年，愣是擦不出火花；有些人一眼便是一生。目前来看，他对战月还没有爱情的，只是战月这个人脾性温和，长得好看，斯文俊秀的男人，很容易让人生出好感。战月又在万盛花园买了房，自己亲自看着装修，有问题就向小雅请教，利用着这些日常琐碎的事，一点点融进小雅的生命里头。他都还不敢表白呢，怕吓到小雅。曾二婶看得仔细，不过他看小雅的眼神假不了，他对咱们家小雅可能是一见钟情。当初他伤势不重，不必住院那么久，后来却住了那么久才出院，说不定就是为了小雅呢。曾二叔说道，他肯定是为了小雅，咱们看看吧，这是小雅的人生大事，得看他自己喜不喜欢，不管他喜欢谁，只要男方条件过得去，我们都会同意。我大哥大嫂也说了，更看重男方的原生家庭好与坏。那个男人人品好坏，人品是最重要的，原生家庭也很重要。战月在这方面倒是很好，战家虽说是管城的第一豪门，但人家家风好是出了名的，那些有钱人家的女儿做梦都想嫁入战家呢。说着说着，曾二叔都觉得战月是侄女最好的归宿。放眼整个管城，青年才俊能超越战月的还真没有几个。二婶转身走出去，你去哪里？去问问小雅电影好不好看呀？二婶丢回一句话。曾二叔嘀咕，你又不去看，问了又有什么用？叫我买的电影票却让战月去看了，人家不是给回电影票的钱了吗？二婶已经拉开房门走了出去。为了哄着小雅和战月去看电影，二婶可是费尽了心思，反正能帮的她都帮着战月了。曾小雅上楼后就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房门还没有关上，二婶就敲门了。她望过去，见是二婶，问道：二婶还没有睡吗？你还没有回来，二婶哪睡得着？你爸妈不在家，二叔二婶就是你的家长，你外出没回来，我和你二叔都睡不着。二婶笑着走进来，在曾小雅的身边坐下，问道：电影好看吗？好看，看完电影就回来了。从电影院出来都10点了，我明天要上班。战月也要上班，就回来了。早点休息，明天上班才有好的精神。战月提议去吃宵夜，我说我不上晚班，一般不吃宵夜，婉拒了他的提议。二婶恩着，知道侄女是很注意保养自己的。战月送你回来的吧，怎么不叫他进来喝杯水？都这么晚了，就不叫他了。他回到家在洗澡，也很晚的了，他们这种大老板工作量更大更忙的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曾小雅放下了手机，林学长让他的员工打过电话给我，他喝醉了，叫我去酒吧接他，我拒绝了。二婶，我和林学长认识多年，对他我并无恶意，也不讨厌他，更不想伤害他，可是我对他就是提不起爱意，只能拒绝他。既然拒绝了，他就不给他一点希望。二婶，我这样做对吗？曾小雅还是觉得伤害了林学长，但没办法，他不拒绝到底，
林学长只会一直追求下去，反而浪费了林学长的青春。二审说道：“你这样做是对的，没有做错。拒绝了就拒绝到底，林医生慢慢就会死心的。他也不可能一直在你这棵树上吊死，他家人不会同意。平时听林健说，他父母催婚催得挺厉害的，他可能和父母说了有喜欢的人吧。他父母还来过他们曾家诊所，大概是想看看小雅。小雅当时还没有调回管城的医院，他们没有看到。不过看到曾家有一栋几层高的楼房，又开着诊所，听说小雅在万盛花园还有一套房，明显是对他们曾家的条件很满意。后面就没有再听过林健提家里催婚的事。林健也是个理智的人，清醒得很，不会在小雅身上浪费太多时间的。过去等待是因为他还年轻，如今却是大龄青年了，他顶多就还在小雅身上花费半年的时间，半年内他拿不下小雅，估计就会放下了。林家诊所的那个叫月华的小护士，盯他盯得死紧呢，说不定两个人最后真的在一起。今晚何月华打电话给我，他倒是很关心林学长，他满心满眼都是林学长，其实他们俩很般配。不管他们的事了，我反正是拒绝了。林学长总会死心的，要是林学长一直不死心，我就给自己找个男朋友，或者找个熟悉的知根知底人品不错的朋友配合我演戏，让他假扮我的男朋友，那样林学长就彻底死心了。曾小雅是不爱林健，但并不想伤害他，还是希望林健能够找到属于他的幸福。二审笑道：“你可以找战月陪你演戏啊。我看林医生看战月的眼神就是看情敌一样，你对战月的态度也好，你找他假扮你的男朋友，林医生绝对相信。”曾小雅：“二审，我和战月还不算很熟，不敢找他帮这个忙。他平时也就是装修的问题向我请教一下，让我带他去买材料，就是普通的关系，哪能找他帮这个忙？你不试一下哪知道他肯不肯？反正他没有女朋友，也不怕别人误会。况且在外人的眼里，你们俩说不定早被看成一对儿了呢。就是你大哥上次回来看到战月，都把战月当成你的追求者。咱们讨论过你和战月在一起适不适合的话题。”曾小雅本能地道：“肯定不适合呀，他是战家的少爷，我们家条件是不错，跟他家一比，我还是高攀不起的。我也没有想过要嫁豪门，高价的苦集煎熬不是谁都受得了的。”二审笑道：“万一战月喜欢了你，真的想娶你呢？你也不接受他的感情吗？咱们家是没有战家那么有钱，但也不差的。我想，若是战月喜欢你，想必他家里长辈也能接受的。况且外面的人都说战家的长辈很开明，只要孩子喜欢，长辈是不会干涉的。你看战家大少奶奶，她嫁入战家时，什么身份地位啊？她还不是稳稳地坐牢了战家大少奶奶的位。如今儿女双全，老公又深爱着她，她就是我们女人的人生赢家。她嫁给战家大少爷时，可没有人知道她原来是江城凤家的后代呢。虽说她是老太太挑中的，老太太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。不管后面多少美化她嫁入战家时，各方面条件远远不如你的。海彤嫁给战印时，的确是灰姑娘嫁给了王子，夫妻俩的现实差距太大。那会儿别说她不知道自己是凤家的后代，连她大姨是商太太都不知道。她还是嫁给了战印后，慢慢的才知道商太太是她的大姨。就她那时候的条件都能被战家接受。曾小雅现在的条件远胜于当初的海彤。二婶是不觉得自家孩子比别人差的。曾小雅看着自家婶婶问：“二婶，你今晚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是我和战月出去看了一场电影吗？那是不想浪费电影票，又恰好是我想看的电影。我和他没有了医患关系，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了，不会成为男女朋友的。人家是战家的少爷，眼光高着呢。我又不是绝色美人，能让他一见钟情。”他以为二婶会和他说这么多，是因为他和战月出去看了场电影。他
他真没有多想呢，纯粹不想让电影票浪费。曾二婶笑道，二婶就是觉得你俩也合得来，聊得来，要是可以就试一试的。既然你没有那样的想法，就当二婶嘴多了。小雅，你虽然不是绝色美人，但你也长得很好看呀，属于耐看型。这张圆脸看着就好有福气，很舒服，一点都不差。曾小雅好笑的道，我看二婶是心急的将我嫁出去，我不着急的，遇到好男人又适合我，真心待我的我会嫁的，你们将心放回肚里去。我是受过一次情伤，但我还是相信爱情，相信缘分的。平时嘴上说不想嫁人了，但真遇到合适的，我还是愿意再相信一次爱情的。恶心人是有，但好男人还是有的。我也不相信我以后就遇不到好男人，总不能让我一直遇着负心汉吧。曾小雅知道家里长辈有点担心她只是现在工作刚稳定，她还不想分心去恋爱而已。最主要的是她暂时还没有遇到让她愿意再相信一次爱情的男人。战略好不好，其实她现在也说不上来，毕竟两个人认识的时间不算长，平时大家都忙，相处的时间不多，有交集都是为了装修的事。从他的行事作风中能看出他的人品不错，到底适不适合他还是未知数。战略的身份也让曾小雅不会胡思乱想，不想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。曾二婶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就是战略自己都还不敢表白，他便接过了小雅的话，你那段感情投入太深，却是那样的结果。刚分手那段时间，看你失魂落魄，魂不守舍，吃不下睡不着，自己瞒着我们偷偷的配药吃了调节睡眠，我们都很心疼，也是真的担心因为一次情伤你就不敢再追求幸福。小雅，你说的对，负心汉是有很多，但好男人还是有很多的。那个负心汉离开了你，说明你们俩有缘无分，他不属于你，你会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，过着幸福生活。若是有一天你们重逢，他看到你的幸福，就让他后悔去吧。曾小雅平静的道，他如何我不在乎了，我过得好与坏也与他无关，他后不后悔的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二婶，快回去睡吧，很晚了，我也要早点休息，明天又要上班了。曾小雅初恋男友婚后，两个人还是在外面偶遇过的，他看他的眼神带着点愧疚，他平静地和他打声招呼便走了，没有多余的话。他不愧疚，那是他的事。再通过其他人的八卦，曾小雅也知道他婚后过得并不是真的称心如意，毕竟他是攀高枝的，攀高枝的苦可不是那么容易吃的，也不是谁都能受得了。他选择了放弃，他去攀高枝，就要受得了攀高枝的苦。正所谓吃得咸鱼耐得住渴。行，你也早点休息，二婶回去休息了。曾二婶起身回自己的房间，丈夫在房门口等她。二叔是很想和侄女聊聊的，但侄女已经回到房间。哪怕是亲叔侄，孩子大了，他就不会再随便进入侄女的房间。故而在房门口等着妻子回来。怎么样了？见到妻子回来了，二叔关心地问。能怎么样？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。我就是和小雅聊聊天，旁敲侧击一下。曾二叔跟着他一起回房里，关上了房门。他说道，要我说呀，还是找个同行吧，门当户对的。小林只要他能处理好，其实也不错的。主要是小林很爱小雅，都等了几年。他你就别提了，那是他的原生家庭，他斩不断的，最主要是你侄女不爱他。不爱就是不爱，没有为什么的。咱们身为叔婶的，看着就行，别干涉那么多。二叔撇撇嘴，小声嘀咕，我倒是没有干涉。感觉你干涉了，你帮着战略呢。